完了，快超时了！你听到吗？保持清醒，千万别睡着了。陈鹏，你的右腿伤势非常严重，膝盖骨粉碎性骨折，血管和神经也彻底断裂了。我的建议是截肢。什么？截肢？医生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对不对？除非有奇迹发生，不然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是治不好你的腿伤的。你还年轻，装上假肢之后，生活还是可以继续的。无父无母，孤家寡人，腿要是没了，连外卖都跑不了，我该怎么活下去啊？奇迹？这世界真的会发生奇迹吗？检测到宿主渴望奇迹，天使系统绑定成功。这是系统，真的有奇迹！宿主已成功绑定天师系统。系统，你能治好我的腿吗？本系统是为了让宿主成为至高天使而存在，只要宿主努力成为天师，别说是治好腿，就算是长生不老也不在话下。太好了！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腿好起来？宿主完成任务可获得系统奖励，奖励中包含疗伤丹，可治愈宿主腿伤。检测到宿主为新手，现发放新手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初级天眼，可观人气运，查人过往，预知旦夕祸福。我竟然获得了传说中的天眼！现发布新手任务，为他人算命一次，任务奖励平安符绘制方法。疗伤丹呢？不是说好能奖励疗伤丹，在哪儿呢？宿主需完成新手任务，开启后续任务链，方有机会获得疗伤丹。唉，算命，天眼，为了以后能获得疗伤丹，看来需要把这个新手任务先完成了。摆了半天摊儿，一个来算命的都没有，看来要主动揽客了。哎，美女，算命吗？第一单免费给你算。就你这样子还算命啊？一个瘸子，那你怎么没有算到自己腿会瘸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叫苏雨，你是戊寅年戊午月庚申日丁丑时，也就是1998年6月8日出生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还有我的生日？这是，我竟然真的看到了他接下来的遭遇。我不仅知道你的名字和生日，我还知道今天下午你登山时会因为下雨而摔倒受伤，而且摔得不轻啊。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信息的，但你也不能一上来就咒我。而且现在明明是大太阳天，天气预报也没说下雨啊。我看你就是骗子吧，算的一点也不准。第一次给人算命就这么黄了。不过天眼看到的画面应该不会错，希望他能平安无事吧。为他人算命一次，任务已完成。这就算完成了？哦，也是啊，为他人算命，不管他信不信，都算我完成任务。新手任务奖励平安符绘制方法已到账。哇，这么复杂的符箓知识，我竟然一下全都记住了，就好像我学了很多年一样。不愧是系统。新任务卖出平安符一份，售价不低于1万元。任务奖励疗伤丹1颗，平安符绘制方法已掌握。1万块的平安符，谁会买啊？哎，算了，好歹任务奖励就是疗伤丹。既然天眼真的能看到别人生辰八字、旦夕祸福，这系统出品的平安符应该也真能保人平安吧？这样的话，1万块钱也不算太贵。个毛线啊！谁会相信我的平安符真能保平安啊？真的下雨了！那个骗子说的竟然是真的！这不是刚才那姑娘吗？好像在山上受伤了。真的假的？明明刚才还好好的呢。我记得刚才这个算命的说她会出事受伤，而且还会下雨。你们看，真的下雨了。哦，小伙子，听说你算命挺准的，给我算算什么价？有钱人呀！可算短期运势3000一次，不二价。3000块，行啊，有胆量。不过丑话我说在前头，你要算不出来，摊子我给你砸了。
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媳妇儿啊，我在开会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会，可能要晚回去，你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哎，哈哈哈，宝贝儿，别着急，我这就好好疼你。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背着老婆在外边养小三儿，还打算过2天以开会的名义和小三儿在酒店玩。这位张老板，张建国，张老板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啊！我不光知道你的名字，我还知道张老板的美人缘不错，桃花运很旺啊。老公，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算命的都这么说。这个张老板最近正好要出趟远门吧？应该是开会吧？大师，你算得太准了。您收款码呢？3000块是吧？马上给您扫。到账3000元。大师，您真是神了！我这未来的运势怎么样？这未来的运势差点意思，这个有血光之灾的征兆，而且最近会有麻烦找上门啊。那怎么办啊，大师？你有什么办法化解吗？办法倒是有，我这儿呢有平安符，1万块钱1张，可以保你平安，逢凶化吉呀。我买，大师您快给我来一份，1万是吧？1万元已到账。张老板，这是您的平安符，可一定要记住随身携带。好，这样才能保你平安，逢凶化吉呀。好。这不是骗子吗？哪有拿 A4 纸当符纸的？你懂什么？这是真正的高人呐！法力高深的人拿什么都能画符，A4 纸又怎么了？大师这是返璞归真。大师，谢谢您，改天我再来拜访您。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有钱人1万3，说给就给啊！说白了，这就是封口费吧。可惜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就算这次逃过一劫，不出5天，他还是会被捉奸在床的。哎，不过这眼睛是真好使啊，能够看见人的过去和未来，简直就是作弊神器呀！系统，我这算是完成任务了吧？我的疗伤单呢？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疗伤丹1枚。这就是疗伤丹，这个就是能治好我断腿的药吧？我能重新站起来了。啊，腿不疼了，我的腿真的好了，站起来了，我真的站起来了，真的好了，哎呀，我的腿真的好了，我能站起来了，不疼了！系统，你太牛逼了，我的腿好了！还好，只是擦伤而已。唉，我这个运气也太绝了吧！投资的项目必定血亏，出门旅个游，不是酒店出问题，就是航班延误啊！就连喝个珍珠奶茶都能被珍珠呛到送急诊。这次本来想上山散散心，放松一下心情，结果还是摔了。对了，那个人他说我会摔伤，还说会下雨，既然都应验了，虽然还是摔了，但是确实不严重。啊，难道他真的是个大师？也许他真的可以帮我改运。哎，这地方不错，昨天1天呀，就完成了2个任务，还治好了我的腿，这地方可以常住呀。先为宿主发布新任务，算命3次，每次算命收益不低于3000元，任务奖励雷符3张。哎呀，这帮人算命3000块钱一次，哪找这么多冤大头啊？昨天那张老板是心虚才给我钱，看来得想个办法吸引一下顾客啊。大师，你昨天不是还坐轮椅吗？今天怎么就好了？
那个坐轮椅啊，只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。我喜欢坐着轮椅在这个公园里边散步嘛，感受不一样的视角。没办法呀，总不能说我昨天腿还断着，今天就活蹦乱跳了吧？这要是说出去，不被当成怪物才怪。希望他能相信这个理由。果然是大师风范，连爱好都这么独特，一般人哪能想到坐轮椅散步这种事儿？嘿嘿。哎，你的腿还没好呢，来，坐下。大师，我是想来找你算算命。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就不好，出门必遇意外，就连喝个珍珠奶茶都能被珍珠呛到送急诊。我昨天上山也是因为家里逼我联姻，这个对象是一个有家暴前科的人渣，我心里烦，所以才去散心的，没想到还是摔了。所以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您昨天说的话都应验了。我想求求你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辈子还有救吗？算命可以，不过我这里明码标价3000一次。行，没问题，只要能帮我改运，多少钱都行。到账3000元。好了。这家伙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差呀，简直是没神附体。这个，你确定你这个样子还是开车来的？多亏您昨天的提醒，我虽然摔了，但是只是破了点皮，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，所以开车过来没有问题的。刚才啊，我用天眼看了你的运势，接下来你会遇到2件事：第一，会被鸟屎砸头；第二啊，你开车会撞到人的。所以我建议你今天先别离开这里，而且更不要开车。可是我和表姐都约好了，她怀孕了，马上就要生了，我想去看看她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不过你千万要记住，开车门的时候啊，注意别被鸟屎砸到头啊。行，谢谢大师的提醒，那我先去看看。大师说的会是真的吗？这真的是鸟屎！吹泡泡。哎，你看，大师！哟，信了。我看到了，鸟屎真的落下来了，就砸在我的车上。如果我再走快一点就……哎呀，大师，我可以受伤，但是我不能害别人。您说我会撞到人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开车了。这人运气不怎么样，心地倒是不错，但是你这霉运啊，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。不过既然你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。对了，大师，算命是要看面相吗？必须本人来才行吗？生辰八字亦可用于天眼预测命数。如果呀，要是有照片和生辰八字的话，我也能算。我有我表姐的照片，给，还有生辰八字。这是我表姐的生辰八字，她马上就要生了，所以我有点担心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付钱了。到账3000元。林可山，1990年3月15日，50声。不好，病人出现妊娠反应，血压急剧下降。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病人突发妊娠高血压综合症，引发了多器官衰竭。哎呦，你的表姐可能要早产了啊！而且情况不太乐观。那该怎么办啊？哎，我这儿呢有2张平安符，一张啊给你表姐，能保她平安；一张给她肚子里的孩子，能保她茁壮成长。谢谢大师。对了，这个多少钱？2万。行，没问题。到账2万元。你现在可以打车去医院了，有这2张符在，应该不会有大问题。谢谢大师，真的太谢谢您了。陈鹏，初级天师，天眼已激活，
为3人算命进度2/3，任务奖励雷符3张。这苏雨可真是我的贵人了，我的任务都快完成了。嗨，这可是我的大客户啊！哎，不过系统，这我刚才给他的这平安符真的有用吗？初级平安符可以抵消一次厄运，可保林可山母子平安。但宿主所见，苏雨的霉运并非单次厄运，而是命格所致，需中级平安符才可改善。那怎么弄中级平安符啊？宿主需要完成更多任务，提升等级后解锁终极符咒绘制技能。哎，又是任务，你就不能直接给我吗？哎，系统啊，你这价格能不能低一点啊？3000块钱一次，谁会来啊？一天了，连个客人都没有。价格不可更改，宿主需严格按照任务要求完成算命服务。我也想尽快完成任务啊，可是这太贵了呀。哎，算了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人，我先回家吧。如果这个平安符真的有用的话，苏雨明天还会来找我的，到时候任务大概就能完成了。大师啊，坐。哎，大师，真的太灵了！昨天我表姐果然提前破羊水了，给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，赶紧把她送进产房里面。我趁着医生不注意，偷偷把您给的平安符塞到了病床下面，幸好他们都没有发现，就给带了进去。哎，然后医生出来的时候就说，本来我表姐出现了大出血的征兆，情况很危急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平稳下来了。最后母子平安，连医生都是奇迹。没什么，你也付钱了。这平安符1万1张，明码标价的。哎，对了，你要不要算个命？好啊。稍微有些麻烦，但都不是大事儿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算命3次已完成，任务奖励雷符3张，已发放至背包。那个大师，我能不能求求你陪我一天啊？啊？我对我自己的运气不太放心，虽然您说是个小麻烦，但是我还是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。我会付钱的。系统有没有新任务啊？新手指导已完成，后续任务需宿主自行触发，请宿主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行动，维护天师的威严，惩恶扬善，方可触发更多任务。这陪你一天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说我这摊子你过去了啊？到账5万元。哎呀，大师，求求你了，拜托了。哎呀，行吧。但是啊，你也别叫我什么大师了，叫我陈鹏就行。我呀也不比你大多少，我呀才23岁呢。啊，才23岁啊，比我还小1岁呢。啊，走吧。这是我们家族旗下的店，我今天过来取点东西。怪不得3千的算命钱说给就给，5万也不眨眼，原来富二代啊！哪有？走。哇，苏小姐，您来了。哎呦，苏小姐，您来了，你要的定制首饰已经做好了，我这就给您拿出来。哟，苏小姐，今天还带朋友来了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。我说苏小姐，您看人的眼光可不太好啊！这种穷酸样的小子，一看就是蹭吃蹭喝的骗子。您可要当心点儿，别被这种人给骗了。检测到宿主遭受辱骂，触发任务维护天师威严。任务内容：天师不是谁都可以辱骂的，请宿主给予对方惩罚，维护天师尊严。任务奖励根据宿主惩罚程度发放奖励。系统，根据惩罚力度，你该不会是想让我拿雷符劈他吧？他虽然嘴巴贱点儿，但不至于死吧？平安符能保苏雨表姐一命，我感觉雷符怎么也能把他给劈成灰吧？提示：可以用天眼查看目标的过往经历，根据其罪行轻重，宿主可以自行决定惩罚方式。喂，
西到手了，这些都是从苏雨那小丫头片子手里拿的。她懂什么？自己的首饰都被坏成玻璃片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位赵坤经理，这些年监守自盗，把苏小姐的正品首饰换成高仿品，自己拿去卖掉牟利，赚了不少钱吧？你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我不需要证据。你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有几件首饰是高仿品，你可以让苏小姐派人去检验一下。还有你手机里的通话记录，虽然你已经删掉了，但是手机运营商那边还是可以查到的。赵坤，你去把保险柜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再去找一个专业的鉴定师，把东西全部鉴定一遍。好。还有，赵坤，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，我会起诉你的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还有，去通知财务部的王姐，让她过来接管这家店，然后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。是。这个赵坤啊，是我继母的远房亲戚。我继母，她一直看不惯我。现在虽然不是古代，女孩子也有继承权，但是她总是想方设法的为难我。我呢，因为运气不太好，所以一直没有特别关注生意上的事儿，结果被她钻了空子。陈鹏，初级天师，技能天眼已激活，符咒绘制初级，任务维护天师威严，任务评价优秀，任务奖励终极平安符1张，终极绘符能力已发放。喂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哦，那个听着呢，那个争家产嘛，小说里都这么写的，我懂。不过我发现，自从你知道我的年龄之后，你对我是越发不尊重了。我可是要帮你转运的天师啊！你刚刚不是还说暂时没有办法吗？你也说了，只是暂时没有办法。警告：宿主当前为初级天师，汇集终极平安符将导致灵力透支，可能引发昏迷、虚弱等不良反应，请宿主谨慎行事。是男人就不能说不行。那个，明天你来摊子上拿吧。还是回去画吧，万一真晕了，自己的天师脸面往哪儿放啊？走了。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试试手气啊！中了30万，直接拿走，童叟无欺。哎，走。试试呗。哎，各位瞧一瞧，中了30万，30万直接拿走啊！各位，来一张。多少钱一张？100一张。中30万直接拿走，不中算我输。嘿。哎呀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来一张，随便选。你看，说不定就中了呢。中奖了，拿钱吧。这真中了！哇，快点啊！真的中了！竟然真中了！你他妈作弊！这钱我不能给！怎么叫作弊呢？刚才你喊的童叟无欺，怎么？你现在想赖账啊？这怎么还赖账啊？这人做人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真是的！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子叫顾小波，在这片混呢，还敢跟我要钱？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条街？你看这个男鬼子做生意言而无信的。那我就试试。今天呢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要不给钱啊，我就报警。到时候啊，你这非法彩票摊儿够你喝一壶的了。就是不给钱就报警，就应该这样。哎，行，我给。这真是这样！哎呀，你们给老子等着！中30万就中，拿走了。30万白捡的，就是试试。没想到这天眼对物品也有用。哎。这怎么成这样了？谁干的？昨天啊，白捡了30万，有人看不下去吧？没什么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这不是小事儿，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威胁你，肯定是有背景的人。我家里认识不少人，要不要我让我办？哎，不用，这种事情啊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哦，对了，
这个呢是给你画的转运符，记得随身携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那你自己小心点。如果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来找我。好。天师铲奸除恶，这也算吧。检测到宿主遭遇恶意威胁，触发任务铲除恶霸。任务目标：惩治顾小波及其背后势力。任务奖励：淬体1次，大力金刚丸1个。淬体和大力金刚丸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还好昨天顺势看了那个摊主一眼，知道他叫顾小波。顾小波呀，顾小波，快点成为我的任务奖励吧！白天在外面卖彩票骗钱，晚上在这开黑赌场赚钱，不够少，还真是敬业。哎，这天还挺冷。就是，哎，干什么呢？这里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来找乐子呀。听说这里玩的挺刺激的。哦，对了，是顾小波告诉我的。好，进去吧，输光可别哭。再下一把，跟我上听了啊！终极平安符能转运，让苏雨变得不再倒霉。那我呢？本身就不倒霉，能不能变得幸运呢？再来！还行，还是我赢。来！摇骰子哈！谁是庄家？就比单排吧。你打，先打百，不后悔。我跟呀，得了，什么？小兄弟一看就是个雏。第一次来吧？这东西就是骗钱的，根本没戏。我在这玩了半年，连个屁都没中过。小兄弟，劝你还是别浪费钱了。就是试试呗，试试。中奖10万，中奖了！10万，怎么可能啊？这兄弟，你还长，再怎么着也不可能连中啊！对呀，见好就收啊！是啊，这机器邪门的很，你已经赚了10万了，别贪心啊！就是，中奖40万，我操！中奖40万，我操！又40万，这他妈的不科学，这机器坏了吧？哎呀，是啊，兄弟可以啊！运气好，运气好！奖励太了，跟我去看！运气！换钱啊！就是换点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不想换钱吧？哎呀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哎呀！这是40多奖，这么多钱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这一回可发财了！今天啊，运气不错。明天啊，我还来。还来啊！哎呦，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！波哥出事儿了，有人在赌场用老虎机赢走了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那机器不是调了吗？怎么可能中大奖？你他妈是怎么看场子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波哥，那机器明明调过了，怎么可能连中2次？但那个人说了，他明天还来。明天还来？好啊！明天老子让他连本带利全吐出来！哼！哇，今天人挺齐啊，都在场了吧？哎呀，吃点亏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。这有人聚众赌博，开设赌场，位置就在这个凤华街道废旧仓库这边。对，我就在现场呢。好。昨天赢大那小子不是说今儿还来吗？快结束了。干什么呢？来玩的呀。我昨天运气不错，今天再来试试。进去吧，波哥等你很久了。哎。
哎呀！我操，是你！没错，就是我。看见了吗？都是我的人！哼，怎么？砍死他！不许动！啊警察，都给我蹲下！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我是热心市民啊。你他妈还敢报警？怎么了？你们在这聚众赌博，我不报警我干嘛？带走！你他妈给我等着！谢谢你的举报，我们找这个赌场已经很久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需要做个笔录。我叫陈鹏，没问题，我配合。任务铲除恶霸完成，获得奖励淬体丹1次，大力金刚丸1颗。淬体需结合大力金刚丸使用，服用后将进行全身淬体，过程可能伴随剧烈疼痛，请做好准备。我感觉现在我能打死一头牛。哎呀，今天去赌场的时候，要是我先淬体吃了大力金刚丸，就不用等警察快到了再进去，我一个人就能把他们全都给收拾了。陈鹏，我查到是顾小波干的，这人开赌场的，背后还有些不干净的生意。喂？什么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顾小波的赌场被抓了，人也进去了。哎，陈大师，你现在怎么不拿 A4 纸画符了？这2天运气不错，捡了80万，摊子也要升级一下嘛。也是，既然陈大师面临的问题已经没有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哎，对了，陈大师，那个新的平安符真的很好用，我感觉啊，不但没有霉运，运气还变好了。1万块钱还能再买几张吗？哎，想什么呢？这种东西100万你也买不到了。我先走了。系统，这次你怎么不设定金额呀？我1万块钱卖，你怎么不拦着我点儿？宿主已拥有超脱凡人的体格以及相应技能，需招募2名随从，可开启终极天师任务，奖励风水术。随从？这去哪儿找随从啊？现在已经不是古代了。哎，望仙山的流浪狗经常在山脚下的广场附近游荡，这只狗很聪明，从不咬人，也不乱叫。可以把它给收为随从啊。跟我走吧。吃了我的香肠，你就是我的狗了。我封你为天师座下第一护法。系统，这算不算收服一个随从啊？恭喜宿主拥有第1位随从，希望宿主早日完成任务。哎，这哪来流浪狗啊？什么流浪狗啊？这是我的第一护法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运气不是变好了吗？哎，陈大师，你这还缺第2护法吗？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比狗还低了吗？哦，那你这还要童子吗？也不对啊，这辈分不就直接变低了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家里又开始催我联姻了，我打算不回去了。我想跟着陈大师你，我可以帮你对接客户、处理杂事，我什么都可以干的。你看我这个摊子像是能雇得起助理的吗？我可以付费上班，付费。哎，系统，
这算不算第二个随从啊？请先确定关系。好吧，那我就封你为第二护法吧。什么第二护法？是助理。随从任务已完成，奖励风水术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早就收摊了？都下午了，也没人来，还不如早点回去。那我呢？你回你家呀，我这又不包住。小气鬼。虽然我答应了你来当我的助理，但是你跟他也没必要天天这样守着我的摊子吧？哎呀，当然不是，我早就已经想好了，我已经厌倦了家里给我安排的那些联姻，所以啊，我想自主创业，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也早就想好了，开一家高端的国风茶坊，也看了几处地方，但是这个风水对选址很重要，我自己选不好吗？哪有员工逼着老板上班的？跟着选址太麻烦了，我看看风水术里有没有方便点的办法。哎，有了，风水阵石，开光就能用。那什么，你把那地址发我吧。行，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啊，很快。好了。嘿嘿。客人好眼光。就这个吧，拿回去开个光。这个呀，是我亲自开光的，能让你招财进宝。100万，能让你这茶楼啊日进斗金呐。行，100万，我给你转账。到账100万元整。苏总，我们今天来了好多人，有不少办卡的，营业额超过了50万。陈鹏，陈鹏，这几天茶馆生意特别好，而且有好多人，办卡的也不少。我说了，这100万你不会吃亏。喂，什么？有人在闹事？怎么了？有人在闹事，说是食物中毒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怎么了？有人在闹事，说是食物中毒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走，快快。哎呦，我肚子疼。你们这茶馆东西有问题。哎呀，你们要赔钱，我要去医院，你们得赔钱。怎么了？他说吃了我们的点心，肚子疼，非说是食物中毒，让我们赔钱。哎呦，先生，如果你真的不舒服，我们可以打急救电话送你去医院的呀。不用，你们赔钱就行，我要10万块，不然我得报警。哎呦，放心，1万块钱绝对把这个茶楼闹到开不下去，包在我身上了。食物中毒，你确定？食物中毒，你确定？当然，我吃了你们东西就肚子疼，你们必须赔钱。报警吧，是个骗子。喂，治安局吗？陈
陈鹏，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是我看在你是我第二护法的份上，我才帮你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次呀，就是你和你那个继母之间的问题。唉，没事了。检测到宿主完成初级天师的所有任务，现在晋升为中级天师。晋升任务拥有自己的天师府邸，可以奖励灵芝种子3份。哎呀，天师府邸，我现在呢手里有小200万。我记得望仙山附近有个小院儿，我可以把那个小院买下来，当做我的天师府邸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是来看院子的吧？大叔，我听说这院子要出售，所以我来看看。这院子是我10年前买下来的，当时想着开个农家乐，结果生意不好，就一直荒废着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也没精力打理，想着卖了算了。大叔，你这院子想卖多少钱？150万。这院子地方大，前院后院都有，虽然破了点，但地基好，稍微修整一下就能住人。大叔，这院子虽然大，但是也破败的不成样子了，修整起来需要花不少钱呢。这样吧，100万元，你要是同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付款。唉，行吧，100万就100万，反正放着也是荒废，不如卖给你吧。好。行吧，100万就100万，反正放着也是荒废，不如卖给你吧。好。系统奖励的灵植，据说种植后可以炼制各种丹药，不知道长成后什么样子啊。陈鹏，你这小院搞得不错嘛，这才几天你搞这么好啊？这门口可以摆摊，院子还可以改药铺，看起来很有规划。哎呀，苏瑜，坐下吧，给你算一卦。我知道3000块钱一次嘛，你这次看到了什么？你最近要多做准备，尤其是消防方面。茶楼最近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啊！我就知道，肯定是那个继母在背后捣鬼，他肯定没有这么容易放过我。小心一点，有备无患嘛。怪不得这茶楼生意这么好，原来是有高人设下了风水局。这麒麟风水石开光开得极好，灵气充沛。既然是好东西，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只要破坏掉这个风水石，这茶楼的风水就会崩溃，到时候生意自然就会一落千丈。警告！检测到宿主部下的风水局遭到破坏，有人正在试图破坏麒麟风水石，触发紧急任务，惩戒破坏者，任务奖励1榕树。敢碰我的风水石，找死！这什么级别的风水局啊？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反噬能力啊？我铁板上了！
陈鹏，哎，你怎么一动不动的？出什么事了吗？确实是有些事情。有人想动我的风水石，被我小小惩戒了一下。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过那个人应该已经跑了，地上有一些血迹，找人清理一下就行了。肯定是我那个继母。行，我回去问清楚啊。等我啊。等我啊。林晚秋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现在都已经搬出去了，自己创业开茶楼了，这样还不行吗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的，你为什么总是派人来找我麻烦呢？女儿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会去找你麻烦呢？你是你爸爸的亲女儿，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。你要出去创业，我支持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去破坏你的生意呢？你呀，肯定是误会什么了。你最好是这样，别被我找到证据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。林夫人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了。那茶楼有高人设下了风水局，我根本破不了。那风水师反噬能力特别强，我差点丢了半条命啊！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滚！去给我查，看看大小姐最近跟什么人在一起。我要看看到底是谁布下的风水局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居然是他布下的风水局，哼，有点意思。Hello，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他们那边处理好了？哎，都处理差不多了。我找我父亲打了个赌，我跟我父亲说，如果这个月的营业额超过了我家酒店旗下的一家酒店，他就不能再逼我去联姻了。你家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吗？怎么还有酒店呢？我家除了珠宝生意，还有一家酒店啊，但是那个更多是我继母在管理的。嚯，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而且啊，我看了这个月的营业额，很快就会超过了。到时候我父亲说话算数，他就不能拿我怎么样。行。这系统出毛病了吧？我用天眼看素语，怎么看到自己了？这系统出毛病了吧？我用天眼看素语，怎么看到自己了？宿主和苏雨因果牵扯太深，看到宿主很正常。也就是说，他继母拿他没办法，反而对我出手，切，当我是软柿子吗？怎么这么早就收摊了？今天有点事要处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茶楼那边还需要你盯着。哦，好，那你先忙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喂，对，我要报警。我还是那个热心市民。今天有人持械要到我这儿来行凶，地址就在望仙山的废弃民宿。时间大概是晚上10点钟左右。大哥，这有个门。好，走。对，大哥说就是这里。那小子一人在这里住，动作快点，别让他跑了。小子，别怪我们，
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咦，我去你的吧！就你们这几个人还想行凶，怕你们是对自己的实力有什么误解吧？是谁报的警？是我报的警。这些人啊来我家行凶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一个人大到这么些？没事，练过几招。还是非常感谢你的英勇行为和提前报警，要不然这些人可能还要伤到人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还是感谢警察同志们能及时赶来啊。走。系统，这次怎么没奖励啊？宿主实力远超此次威胁的等级，不构成任何条件，所以没有奖励发放。行吧。宿主实力远超此次威胁等级，不构成任务条件，故无奖励发放。行吧。陈鹏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发小张凯，我们在路上碰巧遇到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张凯，你这几年都干嘛去了？会不会干坏事去了吧？这么多年都没联系。哪有啊，就是工作比较忙嘛，到处跑。你知道的，现在生活压力大，得多赚点钱。张凯，没想到啊，你竟然是警察内鬼！张凯，没想到啊，你他妈竟然是警察卧底！怪不得这几天好几个拐卖孩子的生意都失败了，竟然是你这个内鬼在捣鬼！像你们这种人贩子，迟早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法律？哼，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去吗？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苏雨，那个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撤了，我们下次再聚。好。哎呀，少挣3000块呀！你给他算命了？那你给他算的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替张凯付这3000块钱怎么样？行了，这不是给你算的，赶紧回你茶楼看看去啊！小气鬼，不愧是搞拐卖的垃圾玩意儿，这地方还真不好找啊！检测到宿主即将执行除恶任务，奖励雷符配置方法。哦，对呀，我还有3张雷符没用呢。刚才正发愁怎么救张凯呢，这下好办了。喂，陈鹏。喂，素雨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抓紧报警，让他们赶到这个城西工业区的一个废旧仓库里。对，让他们快点啊，不然啊，他们就要失去一位英勇的同志了。喂，陈鹏，怎么了？喂，素雨，你现在抓紧报警。什么？张凯怎么了？哎，陈鹏，那你到底有没有事啊？你们在哪儿啊？城西工业区的一个废旧仓库里。对，让他们快点啊！什么城西工业区？喂！哎呀，真是的，怎么也不说清楚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，我朋友他出事了。张凯，过来，咱们俩要商量一下这2天交易的事情。你是新来的，多了解了解咱们的规矩。
凯，过来过来，咱们两个商量一下这2天交易的事情。你是新来的，多了解了解咱们的规矩。张凯，别装了，他们都已经识破你的身份了。今天把你喊过来，就是为了办你的。你他妈是谁？敢坏老子好事！兄弟们，把他们2个给我杀了！张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张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也不打算解释了，我已经报过警了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这边你要是能处理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能处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获得雷符绘制方法。你没事吧？行了，你好歹也是我的第2护法呢，稳重点。那张凯呢？他人怎么样？他在里边呢，他没事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，他能处理的。行了，看你这样，要不要抱一下，来检查检查我身上有没有问题？你，陈鹏，昨晚多亏了你出手相助，不然我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。真的非常感谢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呢？已经暴露了，你没办法了。可惜大约没有抓到。那个幕后老大还在逍遥法外。3天1次，童叟无欺。到账3000元。不许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宿主触发任务，配合张凯将剩余拐卖集团人员缉拿归案，奖励无根之水。无根之水就是雨水吗？无根之水就是雨水吗？无根之水乃天降甘霖，未经大地污染，纯净无比。此水虽无活死人、生白骨之能，但亦有延年益寿、驱除体内毒素、强筋健骨等功效。原来如此。反正也没什么事儿，咱们去苏雨那儿喝点茶水吧，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。你这摊子不管了？没事儿，刚才你那3000块钱够我1个月的水电跟吃喝了。再说了，苏雨不是说你们之前联系少吗？咱们去看看他。走。张凯，张凯，你没事吧？昨天晚上那么危险。没事儿。对了，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不是说要好好经营你的算命摊吗？我来看看你的茶叶怎么样。托你的福很不错。自从你给我搞的那个麒麟摆件之后生意一直很好的。真鹏，苏雨她是个好女孩。她从小到大都没有谈过恋爱。怎么乱说话呢？这种事儿怎么当人当面说出来？难道你不喜欢真鹏？不，哎呀，我不是我，不是你瞎说什么呢？你看他走了吧？别动，不许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冷静，
冷静点啊！放下刀，我们可以再聊聊。谈？谈什么啊？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们这些警察毁了我的生意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！老实点。哎，没事，不用怕。老实点。哎，没事，不用怕。这个人我认识，还有个同伙。你看这雪下的，这天可真冷啊！是啊，哎，走。他的同伙在城东便利店附近，30多岁，穿一个灰色夹克，跟这个人一起买过烟。在他被抓的消息被放出之前，应该能找到他。陈鹏，这次又欠你一个人情，我先带着他和小女孩回警局啊。你的线索我会立刻上报。起来。走。啊！我刚听到动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个发小啊，要升官了啊！哎，对了，给。对了，那个，你这个风水石卖不卖啊？我一些生意上的伙伴，还有家族上认识的一些人，他们听说我茶楼生意特别好，所以想要一个。当然卖，500万一个。500万？你卖给我不是才100万吗？那是你作为我第2护法的福利。福利？你怎么不白送我一个？小气！哎，行了行了，500万，到时候我帮你问问啊，给你带人过去。行，走了啊。检测到宿主今日铲奸除恶，维护正义，特奖励无根之水1瓶。好东西。陈鹏，这是我堂姐邹梦，邹梦，这个是我跟你说的陈鹏。听小雨说你这边有很灵验的风水石，不知道价格如何？一个500万，不二价。好，我买一个。我的这些石头啊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说那些认识的那些人啊，都可以过来买，先付款，喜欢哪个直接拿走。你这院子里快1亿多了吧，比黄金还值钱。对了，陈先生，我这边有一个我花30万在王峰寺那里买的开光护身符。我父亲最近病重，医生说没有多长时间了，我想问问，这个能不能帮到我父亲？我想问问，这个能不能帮到我父亲？等等，这个护身符不是我1万一个往外卖的吗？只不过被重新包装了一下，就敢卖30万，问过我没有？邹女士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个护身符啊，对你父亲的病没有用处。你父亲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我父亲是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最多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只是
想让他少受点罪。白系统，无根之水和淬体丹哪个对邹海的病有效果？无根之水可以缓解病痛，对于病重的人来说，延缓病情恶化，延长寿命效果显著。淬体丹有强身健体的效果，重病的人吃了会死。我这里有一瓶无根之水，可以缓解你父亲的病痛，延长寿命，不过价格不菲，1000万。没关系，只要能救我的父亲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好吧，这个呢就是无根之水，回去之后呢，让你父亲每天饮用1小口，就可以缓解他的病痛，延长寿命。好，谢谢你，陈先生，我现在给你付钱。到账1000万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么小一瓶，你卖1000万？到账1000万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么小一瓶，你卖1000万？都是真货，1000万，物超所值啊！你要是不信，等你堂姐的父亲喝完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堂姐的父亲邹海是市里专门管理商业的，做过企业管理啊、审计之类的，权力很大的，很多公司都怕他。寺庙贪污什么的也管吧？当然管，现在寺庙都是要注册公司呀，也要接受监管。怎么了？这个呀，是你堂姐之前买的护身符，就是我之前卖的，一个才1万块钱，被那个什么望风寺的净海和尚一包装卖30万，这不是诈骗吗？行，回头我和堂姐说一下，要是我姨父的身体真的好转了，那些骗子能直接关进去吃几年牢饭呢。系统，这算不算铲奸除恶？宿主不要总想着薅系统羊毛，此事虽有正义之举，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益，不符合铲奸除恶的标准。行吧，行吧。陈大师，我是李庭渊，听朋友介绍说您这里很灵验，我想请您帮忙看看我孙子，他最近突然变成这样。医院检查说没有任何问题，可他就是这样。李先生，您孙子这不是病，是装的。啊？装的？怎么可能？他这样都1个多星期了。小黑，去。你走开！你别着急，孩子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小朋友，为什么装疯呀？小朋友，为什么装疯呀？我只是想休息一下，爷爷给我报了太多补习班了，每次都要学到晚上10点，我觉得太累了。都是爷爷不好，爷爷只想着让你以后有出息，没想到给你这么大压力。李先生，孩子的学习固然重要，但是要讲究劳逸结合。如果一味的这样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倒不如利用一些孩子空闲的时间，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，这样能激发他的学习兴趣。爷爷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，只不过能不能每周给我留1天打篮球的时间？我真的可喜欢打篮球了。爷爷答应你。好。到账20万。陈大师，谢谢你给我的指点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请您收下。没想到你这真还有顾客呀！我这可是正经天师传承，虽然收费贵了点儿，但都是货真价实的真本事啊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感觉你最近很闲啊？哎呀，之前我不是和我父亲打赌赢了吗？现在茶楼生意也稳定了，我也就没什么事干了呗。不过我今天来确实是想找你有些事儿。我有个商业伙伴，他想找个风水大师，那个人出手很大方，
看吧，我今天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。行，反正啊，今天也没什么事儿，走，跟你去看看。行，小黑，在家啊，走。陈大师，久仰大名，听苏总说你是真正的高人呐。没，今日总算见到了。那个李老板啊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一点头晕、失眠，而且生意场上也不太顺利啊？哎，陈大师，您怎么知道？我最近确实经常头晕，晚上还睡不着觉，而且公司接连丢了几个大单子，损失好几千万。陈大师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吗？李老板，我呢可以给你现场雕刻一块镇煞貔貅风水石，放在你的办公室内啊，可以用来镇压煞气。好，哎，陈大师，这是我之前收藏的一块和田玉原石，如果你能用这块石头雕刻风水石，价钱随便你开。嘿嘿。啊，哎，李老板啊，这块貔貅风水石啊，摆在你这个办公桌的正中央，千万记住把头朝向门口，这样的话它可以帮你镇压煞气。记住，每天清晨啊，用清水给它擦拭一遍，保持它的灵气。陈大师，这太神了！我刚拿到手中，就感觉到身体暖洋洋的。陈大师，我先给你付钱。好。到账2000万。哎，陈大师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以后有什么需要，您尽管开口。好。感谢陈大师。陈鹏，你这生意做得轻松啊，随便雕个石头就是2000万，这比我开茶楼还赚钱呢。我这啊可是真本事，一般人还学不来呢。宿主已掌握天师传承的诸多术法，实力已达到终极天师巅峰。现发布新任务：扩建天师府邸，打造符合天师身份的修行道场。任务完成奖励炼丹术。现在手里也有钱了，我打算把这院子附近的地皮都承包下来，再找个靠谱的施工队维修一下。这天师府邸嘛，总得有点样子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！哎，这边，哎。陈鹏，你这院子扩建的挺大呀，还添了这么多东西。就你和小黑2个人住，用得着这么大吗？原来的院子配不上我天师的身份了，我也需要给我做下第一大护法，弄个好狗窝。当然，素玉作为第2护法也有你的。谁要住你的狗窝？你说清楚。给你准备一个厢房，到时候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包你满意。哎，那些风水石摆在外头，不怕被人偷走吗？一般人啊看不出门道来，10几块钱的东西满大街都是。对了，你那些风水石卖出去不少吧？我好多朋友都过来跟我说，自从买了你的风水石，生意都变好了。没仔细算过，应该有10几块吧。10几块？那你这就有6、7千万了。
我凭本事赚钱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既然你这边在扩建，你那大护法我带走吧。我那个茶楼有地方，我给他带走。行，照顾好你师兄啊！哎，你别乱讲，谁跟他是师兄妹啊？哎，林少，就是这里，打听过了，苏雨那些有钱人石头都是从这里来的，听说特别灵验，买了之后生意都好得不得了。哦，东西都在那儿，林少，咱们走。走。嘘，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5块，一个500万，真赚钱！把这些全搬走，咱们发大财了。林少，我们办完这些之后，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啊？废话，都在咱们手里了，肯定是拍卖啊！价高者得。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别废话了，快点搬，动作麻利点。苏雨这乌鸦嘴啊，这还真有人敢偷我的石头啊！那小孩昨天不在，不然的话，昨天就能知道。系统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管？检测到天师法器遗失，天师锻造之物不可落入心术不正之人手中，成为敛财害人的工具。发布任务：追回被盗风水石，惩戒盗窃者。任务完成奖励，发布语数。珍宝，你的那个石头是不是全部被偷光了？你也知道我石头被偷了，正好呢，我还想问一下林家的情况。你难道也知道是林家偷的了？啊，你看，现在市里面的圈子都传开了，说林家也要开拍卖会，卖风水宝石。他们好多人都跑过来问我，说我是不是和你闹掰了，你跑去和林家合作了。果然如此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能邀请人去，咱们也去，正好教训教训那些不长眼的家伙们。各位贵宾，今天能来参加这场拍卖会，我林琛深感荣幸。这些风水石的功效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有所耳闻了。苏家茶楼、邹氏集团还有李氏地产，他们的生意为什么突然红火起来？就是因为这些石头。我就不过多介绍了，规矩很简单，价高者得。我出600万，700万。看吧，你的石头还真的挺受欢迎的。做生意嘛，很正常，大家都想赚钱嘛。都怪你自己，这不是我介绍的，你还非不卖。你知道一天天能有多少人来找我吗？这有的人甚至都堵到我茶楼门口，还有的人托关系找到我家里。钱嘛，身外之物，我一个天师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再说，赚钱也不是我的目的。当然看谁顺眼我就卖给谁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就这样看着你的石头被拍卖？1000万，1000万一次，1000万2次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？成交。现在请拍中的各位上台，领取属于你们的风水石。
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林琛，你是诈骗，我要告你！对，告他！我跟你说，还有我1000万的定金呢，给我还钱！各位，这些石头啊，确实是风水石，不过我不喜欢别人拿我的东西来赚钱罢了。陈鹏，苏雨身边那个天师，这些石头啊，原本都是我院子里的，不过被人拿过来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这一块了。陈大师，这个卖不卖？我出3000万，我出4000万，5000万！陈大师，你卖给我。行，就你吧。陈鹏，这些东西不属于你，拿了也没用。记住，天师之物不可亵渎。你不是不爱钱吗？我不爱钱，又不代表我嫌弃钱。刚好我的小院还在扩建，建筑的时候能够用上更好的材料，而且这次也给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一点教训。这府邸建成了，灵珠也长成了。恭喜宿主完成天师府邸扩建任务，奖励炼丹术、风雨术。风雨术哦，上次偷石头的奖励。这炼丹术要比风雨术和画符复杂的多呀，光是这丹药的配比和火候的控制就有上百种，风雨术就呼风唤雨的本事。检测到灵芝已成熟，发布新任务：炼制10枚初级丹药，任务完成奖励灵芝种子10个。这灵芝有什么效果？初级丹药可排除凡人体内淤毒，让凡人体质如新生婴儿一般，虽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但也可去除百病，延年益寿。延年益寿。延年益寿，这确实是个好效果啊！这要是拿出去卖，估计又要引起一阵轰动。天师传承就是厉害，炼丹都是可以虚空炼丹，不需要丹炉了。这要是让古代那些炼丹师知道，不得羡慕死啊！嘿嘿，还好成功了，差一点失败了。这要是失败了，我就没有灵芝了。这任务要再想做成就太难了。有了这些东西啊，恭喜宿主完成炼制初级丹药任务，奖励灵芝种子10个。有了这些种子呀，以后啊就不愁种灵芝了。有了这些初级丹药，以后延年益寿、消除百病可就容易多了。陈鹏，我给你的大护法拴到外面了。哎，话说你这外面院子建得这么好，你这个摊儿怎么还这样啊？整点像样的呀。这摊儿挺好的呀。我又不为了赚钱，换那么好干嘛？哎，陈先生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上一次你给无根之水，确实缓解了我父亲的很多病痛。他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，也能吃下去饭了。没事儿，能帮上忙就好啊。但是陈大师，可是现在无根之水喝完了，我父亲的病又严重了，
他现在晚上痛得睡不着觉，连止痛药都不管用。你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救救他？哎呀，陈鹏，你应该有办法吧？之前邹叔去调查过林氏集团，只是因为生病搁浅了。你不是跟林氏集团不对付吗？那等邹叔的病好了，那他说不定就能调查出什么东西，把林家给送进去，是不是？系统啊，丹药能治癌症晚期吗？需要3枚初级丹药，并提醒宿主，如果要出售给外人，1枚3000万起步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请宿主明白肝癌晚期痊愈的难度，现代医学对此束手无策，而初级丹药可以去除百病，延年益寿，3000万1枚已是良心价。办法倒是有，但是价格不便宜啊。没事，陈大师，只要能救我父亲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9000万，能拿过来的话，就能救你父亲。9000万？9000万，9000万是吧？我现在给你付钱。好。到账9000万，钱已经过去了，您看一下。这里面呢有3颗药丸，拿回去之后呢，让你父亲每天服用1颗，3天之后他的病就会痊愈。但千万要记住，服用之后千万要静养，不要剧烈运动。太谢谢你了，陈大师，我现在就去给我的父亲服药。快去！哎，陈鹏，这癌症晚期都能治，你这太神奇了吧？不是你先提的吗？说治好邹叔叔的病，就能帮忙对付林家。当然了，我也没有把什么林家放在眼里，但是有人帮我去解决，那我就能轻松一点，省得他们天天来找我的麻烦。大哥，那个陈鹏真不是个东西，我好不容易弄到那些风水石，结果他当场把那些石头全毁了，害得我不仅1分钱都没赚到，还赔了一大笔定金。那些竞拍的人现在都在告我诈骗，我的名声全毁了，都怪那个陈鹏。你这个废物，一下子惹了好几个家族，现在搞得我们林家被人盯上了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邹家、苏家都在调查我们？全怪陈鹏，要不是他，我能落到这个地步。还有邹海那个老东西，医生说他是肝癌晚期，最多只能活3个月，是因为邹梦找到陈鹏之后，邹海的病就好了。哼！既然敢惹我们林家，哼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周健，今晚你去把陈鹏杀了。记住，有我在，你会平安无事。我没了，你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别忘了，当初你哥是怎么被抓进去的。办得利索一点，别让我失望。张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之前和陈鹏约好了，今天来这儿喝茶。哦，这不刚好路过吗？就在这儿等。哎，那算了吧，去陈鹏那块吧，他那边院子更大，喝茶也更舒服。也行，走呗。走。张凯、苏雨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行，正好一次解决2个。哼！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好的预感？宿主已经触及高级天师境界，对自身因果产生感应。自身因果，难道就是苏雨？张凯，把枪放下，不不然我现在就割断他的喉咙。周健，你跑不掉的。
放了他，我可以向上面申请从轻处理你。从轻处理？周倩，你跑不掉的，你放开他，我可以向上面申请对你从轻处理。从轻处理？我哥现在还在里面，都是因为你们。告诉你，今天你们2个谁也别想活。啊，这个人就是那天在茶楼和那个罪犯在一起的同伙。张凯说他是周琦的兄弟，看来张凯那天并没有抓住他。哎，什么人？救命！救命！什么人？救命！陈鹏，周健，是你。陈鹏，你没事吧？陈鹏，松手吧，他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。陈鹏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了什么，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。啊！心怀戾气，杀心四起。恭喜宿主突破心障。宿主虽掌握强大的力量，却为因自身独特性凌驾于万物之上，明辨是非。奖励宿主突破高级天师境界。对他动手脏了我的手，下半辈子还是让他在牢里过吧。算了，对他动手脏了我的手，还是让他下半辈子在牢里过吧。上次就没抓到他，居里一直头疼不已，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事。还好你来得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对了，周健藏了这么久，突然出现。张凯，你现在立刻去林家抓人，还能抓到幕后主使。去晚的话，他们就逃到海外了。我现在就带人过去。起来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好。唉，陈鹏，现在林家倒了，林浩那些主要人员最高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周健呢，我听张凯说是被判了死刑，真是罪有应得。你那天怎么那么生气啊？我们都以为你要直接对周健动手呢，而且你身上那股气势，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那么生气，是不是因为我呀？当然。你可是我的第二护法，当然要保护好你啊。当然。你可是我的第二护法，当然要保护好你啊。呀，你这人说话怎么……大黄，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坏死了？他明明是故意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哎，你看，大黄他都同意了，他都觉得你坏。我不跟你玩了，我呢还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。唉，感觉你最近很忙的样子啊。那当然，谁跟你一样随便卖几块石头都上千万？我呢还要回去开连锁店，这装修选址，哪一项不需要我呀？咋啦？对了，对了，你还继续摆摊算命啊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我吃饭的本领啊。再说了，天师传承就是
为众人解惑嘛。加油！大黄，该下班了。你说我们下面的路该往哪儿走呢？夕阳即将落下，明天的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啊。天师的传承之路依旧很长。唉。